もしも猫がお話できたら最初になんて言うのかな。魚の骨は硬すぎます。尻尾の長さ他と比べるのやめてください。傷つくのあなたのために水黒いして毛づくろいしてだから逆さまに撫でるのやめて。優しい人よりも物静かな人が好き。基本的に堅実な性格なんです。二人きりで窓の向こう冬の日差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期一望，我是今天的节目 DJ 哈马。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哈马是只喵。可是遥望居然告诉我，哈马，我不是猫啊，那我到底是什么呢？我要到哪儿去？我要去哪？我来自何方？我要去往何处啊？喂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遥望。哈马今天实在是太抢戏了，感觉大家要对他传粉了，对吧？所以呢，我大概是可能打算把它放弃掉了。就这样。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哈马是只喵，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呢，哈马它其实不是猫，到底它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会觉得它是一只猫呢？它明明连尾巴都没有诶。好，我现在就给大家讲一讲哈马的离奇神秘的身世。哈马大名叫做 Hakuna Matata。Hakuna Matata 这是一句古老而神奇的非洲谚语，意思呢就是从今以后无忧无虑，知道了吗？我看到好多人给哈马留言取了中文名字，有什么蛤蟆呀旺财呀，你们是不是觉得这太接地气了一点啊？但旺财我还是蛮喜欢的，听起来感觉很有福气的样子，听起来感觉好像可以帮我赚很多钱的样子。好了，我好像现在有点话筒有点问题，等一下。哈马之所以叫做哈马呢，其实是因为我小时候超爱看的一部动画片，叫做《狮子王》，应该很多朋友都知道，对吧？然后它的主人公 Simba， 对了，说到 Simba， 要给你们普及一个知识点，你们知道他为什么叫 Simba 吗？看一个是因为在东非 Simba 就是狮子的意思， Simba S-I-M-B-A 快点记笔记。我们的主人公 Simba， 这首歌好萌啊，不要小声一点，不要打断我说话，好萌。我们主人公 Simba 呢，还没有成为狮子王的时候，被他的叔叔刀疤追杀，让他不得不在丛林里流浪。在这一段 Simba 的成长期呢，他遇见了他人生中最好的朋友鹏鹏和丁满，他俩教会了失落的小辛巴一句话，这就是那句话 Hakuna Matata， 这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当然呢，这也是我的生活态度，要抱着无忧无虑的心情去面对人生所遭遇的一切，算了，原谅我这四川人。
所以我就想，如果自己养了宠物呢，我当时是想的是我要养2只猫，一只叫 Hakuna， 一只叫 Matata。但现在因为工作的原因，要有各地到处跑，然后不能好好照顾宠物，所以只有选择养一个虚拟宠物哈马。然后有人说，我看网上有人说我这叫云养猫，感觉很高端的样子，云养猫。好了，在这里也呼吁一下大家，就如果打算养宠物之前，就一定要想好自己要为这个小生命就要负责很多年。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的话，就不要因为一时兴起而决定要养猫或者养狗或者别的什么宠物。来，我们回到哈马。我第一次曝光哈马应该是在3月21号，然后我大概去查了一下，3月21号是白羊座，上升是天秤，性格单纯善良，还有点孩子气，和我的8字是挺合的。对了，还有哈马的性别，这个目前我还不太清楚，我觉得你们可以随意一点对吧？哈马作为我创作的第一个虚拟形象，大家就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告诉我，我们来一起赋予它越来越多有趣的一些属性呀什么的，然后慢慢把它养大，成为一只大哈马。大蛤蟆？什么？声音太大了吗？音乐声音小一点。好的。我自己这里听着感觉声音是蛮小的。现在声音好了吗？现在声音好了吗？还是还要再小一点？你们听这个喵的到疯了，对吧？这样呢？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好了吗？好，这样声音差不多了吧？好了，我们继续。虽然我们的哈马不是猫，但是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猫的，所以我就非常任性的给它强加了猫的属性。但是如果你们都觉得它是猫的话，我觉得那我们就把它当做猫好了，对吧？反正我就是很随性的一个人。言归正传啊，咱们今天好好聊聊猫这个神奇的物种。反正我又是把话题很生搬回来到猫这里了。如果大家在生活中看到猫，你们会是什么样的反应？我生活中大部分遇到的人会遇见猫会是有2种特别明显的，一类人就是特别害怕猫，不敢接近猫，一看到猫都还没反应过来，然后他就自己开始炸毛了，各种猫一靠近它，就还没有靠近它的时候，就感觉自己仿佛要被那只猫怎么着了一样的。之前就我拍戏的时候，有一个工作人员，他就这样的，就那个猫只要离它方圆5米之内，它就浑身不舒服。然后这一类人还尤其害怕黑猫，有没有？你们听的人有没有这样的？特别害怕黑猫，就一看见黑猫，仿佛那个黑猫就要过来咬自己或怎么的，然后还不敢看猫的眼睛。还有一种人就是特别爱猫，一看到猫，整个人可以疯掉的那种，视猫如命，辱猫成性，就大家口中说的那种猫奴，起早贪黑的铲屎官。铲屎官，对的，就是铲屎官。这种人呢，在街上看到流浪猫，都忍不住会去调戏一下，然后一看到猫就各种走不动路了，就一看到过去非要叫摸一下，不然整个人就不嗨，你知道吗？就如果那个猫再过来向他亲昵了，或者看了他一眼，蹭了他一下，整个人就可以起飞了，原地起飞。最近有个新的词叫做吸猫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吸猫？吸管的吸，对。吸猫呢，据说是会上瘾的。养猫的人大多都会出现吸猫的这种行为，就他们觉得自己家的猫实在太可爱了，
可爱到不得不把自己的脸整个埋进它猫的身体里，就不停的吸，不停的闻它猫身上的味道。有没有？你们身边有这样的人吗？我觉得对于这类的朋友，我只有给他说3个字：你有毒，真的有毒。但他们就跟我说真的很爽，然后我听完后一般都是无语的。我觉得如果现在就听我这个电台的朋友家里有养猫的，你们可以先把你家猫抱起来闻一下，是真的那么好闻吗？还怎么的？或者你们闻完后可以给我写一个吸猫的报告，然后发给我邮箱。我觉得我自己现在特别像那个上学时候的语文老师，你知道吗？就每周就要给大家布置一个小作业、小作文什么的。但我觉得我人蛮好的，都没有限定字数或怎样的。你看你上学那会儿写个作文800字，为了凑齐那800字，多努力的瞎编啊，各种的，对吧？虽然我自己一直是没有机会养猫，但是我对于猫就是有一种莫名的好感。可能是因为猫身上有一种很慵懒然后又傲娇的气质吧。就它一般是不太爱搭理人，但一旦它过来蹭你一下或怎么的，你就觉得哇，全世界都在发光耶。猫呢，有时候不经意的一些动作，就它举起它的小爪子洗脸呀，或者埋头舔肚子呀，或者梳理它尾巴的时候，就让人看得很舒心。猫如果很舒服很喜欢你，就会发出那种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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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然后把它肚子摊开给你摸呀，然后你摸它肚子，然后你会听见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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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就超有成就感。就你觉得那么高冷的一只猫，仿佛瞬间被自己融化了，就自己融化了一座冰山，就那种成就感。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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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声音呢，其实是小猫仔在喝母乳的时候表示心情的声音。是什么？你知道是大概就是奶汁好多呀，喝得好饱呀，好满足啊，大概是这样的心情。所以呢，当小猫离开了它们妈妈的时候，就和主人在一起的时候，主人一抱它，它们就会特别舒服，就会联想到自己小时候，会发出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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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的时候你们有养猫的知道吗？就猫有的时候自己摸着自己，摸着摸着，然后可能觉得太舒服了，然后就听它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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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据说这个声音是有强健骨骼、提高自愈能力的作用。所以大家没事的时候就可以一起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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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反正就这样吧，就听一听就好。每天就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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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自愈了，也是蛮神奇的。如果是真的话，好，我们第二个猫萌翻天的动作呢，就是叫采奶。采奶没错，采奶呢就是它前爪就会自己左摸摸右挠挠，前揉揉后吹吹，然后猫除了在毛毯、被子还有坐垫上摸挠揉吹，也会经常就在主人如果穿了毛衣，它就会在你的胸口或者肚子上就挤呀挤呀挤呀。这为什么叫采奶呢？就因为当母猫在给小猫喂奶的时候，为了让乳汁多出来一些，就会一边让前爪挤着乳，一边让小猫喝奶。当猫的心情像喝到奶的小猫仔的时候呢，无意之间就会发出这样的动作。当然呢，也有几乎不做这个动作的猫，可能就是这个猫比较高冷吧，我觉得，或者是它天生不会，对吧？当然，有的猫如果遇到有的比较粘人的猫，你早上主人在睡觉的时候，它就会跳在你身上，然后各种给你挤，踩你，挤你，然后让你给它喂吃的了。然后这个在我们科学理论上应该也叫做采奶。但是如果很不幸你家猫如果很肥，我觉得那应该就不叫采奶，应该你会被踩吐吧？你想一下，
我真的想着我朋友家那个很肥的猫，每天早上踩着它，我觉得它真的会踩吐会背，真的太有画面感了。踩吐直接生踩。还有我们还有第3个动作，经常会看见猫，它就会用身体在人还有家居还有柱子上蹭来蹭去的，它会把尾巴直立起来，把屁股翘得高高的。这种行为呢是猫特有的行为，主要目的是在这些地方上沾上自己的气味。它的小肉垫经过的地方都是属于它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它要到处走啊，到处逛，让自己安心下来。所以当它开始蹭主人的时候呢，你就要小心了，它是要给你涂上自己的气味，代表着你就是它的物品了。对，当然这也是猫的一种撒娇的方式，应该这样说吧，撒娇算，对，它是在跟你宣布你就是我的了。猫好强势啊，对的。然后猫还有第4个动作，它就是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在地上滚来滚去的，然后有的猫还喜欢把肚子全露出来。如果你的猫对你是这样的，那就恭喜你，说明它是完全的信任你，因为这是只有猫在它完全没有警戒的时候，特别安心的时候才会做的动作。猫一般是在想和主人一起玩的时候，才会在主人面前做这样动作来讨好主人。有的猫也会在自己的同伴面前滚来滚去的，那它这个就是为了让同伴和自己一起玩。当猫咪特别高兴的时候呢，它自己一个人也会在那儿滚来滚去，跑来跑去的。有的时候看到猫一个人在那玩，觉得它疯了一样，突然就飞起来了。然后猫弹跳能力又超好，突然自己在那玩一玩，跳起来整个。所以呢，遇到这种特别爱撒娇爱玩的猫，就赶紧嫁了吧，真的。这种猫太难遇到了，一般的猫都很高冷的。好，我说了这么多呢，其实就是为了给大家科普一下猫的一些行为习惯。很多人养猫不仅是因为猫性格比较独特，还有一点呢，我身边很多朋友也是因为这点，就是觉得可能猫是比较好养活的。因为像如果养狗的话，你就需要每天定期去遛它或怎样的。然后但是猫它就是比较独立的，根本不需要你遛它。因为如果你去遛猫，真的它整个就装死，只有在它想让你摸它的时候它才会出现，然后其他时候它都是很高冷自己玩的，对吧？猫真的是这样的。有些猫即使如果你偶尔几天不在家或者有工作要出去的话，你就把自己的粮食和水放在家里，只要是找人定期给它铲屎，它就能乖乖的等到你回来。这就是猫和人的关系，比起像主人和宠物，其实我觉得更像是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朋友的关系吧。但是我想说的是呢，养猫的同学们一定要注意，猫虽然好养活，但是我们在家里呢，有些地方对它还是不是很安全的。下面又要来知识点了，拿起你的小本子。今天真的是科普，各种科普。我现在感觉自己在上课，我在给你们上课。比如说厨房的洗菜池，就猫喜欢在水龙头那儿喝自来水，但是就那台子周围就很容易有什么洗手巾呀或者洗洁精之类的，就很滑。但是如果猫去喝水一不小心滑倒了，刚好周围有什么菜刀呀水果刀或者别的什么，那就很危险，对吧？还有就是我们厨房的炉灶周围，猫跑到煤气灶上溜达溜达的时候，就如果煤气在使用，它一不小心尾巴就被烧焦了，那也是蛮可怜的，尾巴被烧焦的猫，想着就想哭。但如果你们家不是煤气灶，是电磁炉的话，其实这也要注意的，因为猫它有可能就踩上去了，那上面还是烫的嘛，就可能把它的小肉垫啊怎么的伤着了，对吧？还有我们的浴室里也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浴室的盖子就有的时候会特别暖和，然后有的猫就喜欢上面睡个午觉，但有的浴室它那个盖子有的时候会滑落，就非常危险，猫就会掉下去。还有一个浴室洗脸池，
猫咪特别喜欢跑到池子舔水，但是有的时候呢，猫也会站在那个洗衣机上，就看你那个洗衣机里水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但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它很容易就掉进去了。我之前看一个视频，就是猫不小心掉在洗衣机里，还好被主人及时抢救出来了的，真的出来那叫一个惨啊！本来一个好好的加菲猫茸茸的圆嘟嘟的，到了洗衣机里瘦的跟什么一样，看着好可怜呀。然后就用无辜的眼神把主人看着，谁叫他自己皮。还有我们的储物柜，还有壁橱，因为猫喜欢钻到柜子里去，很多养过猫的朋友都知道吧，就有的时候突然看见自己家猫不见了，然后发现在某个柜子里，所以大家在关门的时候还有关柜子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有可能就会不小心把它的尾巴或者腿夹住，就要先确认一下猫是不是在里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放袋子的地方，有的猫咪很喜欢钻到袋子里去睡觉，然后但是你要注意不要踩到袋子了，有可能你们家猫就在里边，或者有的主人直接把袋子当垃圾扔掉了，直接把自己家猫扔了都不知道。当然呢，我们的猫咪还是很聪明的，所以发生以上意外的猫咪一般都是比较蠢的啦，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对吧？就在这里提一个就是冬天的时候，有的汽车的轮胎就会很热，然后有的流浪猫就喜欢在汽车轮胎上睡觉，然后很多人如果不检查的话，直接把车开走，就很容易把猫压着或怎样的。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大家开车之前要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胎上有没有躺什么小动物，也不只是猫，有的可能什么别的动物也有可能会在那儿。好了，你们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么多，我自己没有养猫，但是我身边的猫奴朋友真的太多了，每天各种跟我说，发各种图片视频朋友圈刷，各种说自己家的猫主子多可爱超可爱，然后每天跟我说这些东西，加起来可以绕地球10圈，真的是每天各种刷屏，太恐怖了，我觉得猫奴真的太恐怖了。好了，我们的科普就到此为止。然后我们来跟大家聊聊有关猫的电影，有很多电影都是关于猫的，比如什么猫的报恩呀、猫逝，还有猫咪物语。我比较喜欢的呢就是宫崎骏的猫的报恩，推荐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我在网上就查了一下关于猫的电影，很多都是日本的，可能是因为猫在日本有很高的地位吧。日本是一个很爱猫的国家，然后在日本的一些神社呀或者寺院里都会供奉着猫，甚至还有一个叫做猫岛的地方全是猫。说到这里呢，我突然想到之前我们去台湾的时候就去了一个叫猫村的地方，然后它也是一个小小的村子，然后它里边就路边全是猫，然后村子里各种东西都是和猫有关的，什么咖啡厅啊，还有卖猫的周边的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大家都和猫相处的十分的融洽，感觉就是猫的一个世外桃源一般。然后除了这些东西呢，还有就是很多猫的卡通形象，比如我们的哆啦 A 梦。哆啦 A 梦是一只没有耳朵的猫，太可怜了。有没有看哆啦 A 梦朋友啊？哆啦 A 梦它本来是有耳朵的，但是它在被生产出来的时候就被老鼠把自己耳朵咬掉了，所以它是一只没有耳朵的猫。你们还知道一些什么猫的形象？哆啦 A 梦，然后 Hello Kitty 还是什么？来，我们来互动一下。差点自己说太久忘了跟你们互动。你们觉得背景音乐一直喵喵喵是不是有点那个吵？还是换成这个好了？刚喵的我头有点晕了。夏目友人帐，对，还有什么？夏目友人帐也蛮好看的，很治愈的一个动画片。对，还有招财猫。说到招财猫，我想到前几天有朋友跟我说了招财猫的形象是怎么诞生的，来给你讲一下。
它好像是说是在日本东京有一间寺庙，然后这个寺庙本来是很破旧的，好像是在江户时代还是什么的。然后他们有一个藩主，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但这也不重要。然后我们继续，这个名字我不记得的人呢，他打猎回来经过这里，就看见一只猫在寺里向他招手。他这时候就觉得很好奇，这只猫为什么要给他招手呢？他就走到庙里去，然后刚好这个时候外边就开始电闪雷鸣，狂风暴雨。然后我这个不记得名字的人呢，他就认为是多亏了这只猫让自己避免了淋雨，所以他就重修了这个寺庙。后来这只猫就去世了，然后住持呢就为他建了一个墓，还建了一个叫做招猫殿，是个名字招猫殿的一个地方，然后就造出了这样一个单手举着的猫。你们现在想象一下我在做这个动作，我在边讲的故事我还边想那猫的样子，单手举着猫，然后一个手抱着一个金币。这个就是猫的招财猫的雏形。说到这里我真的忍不住想吐槽一下这个藩主，真的太有钱了吧，有钱任性，就因为这个猫没让他淋雨就重修了寺庙。真的是气不动。我们除了日本影视作品里的猫，其实我们小时候呢，在我们国产动画片里也有很多猫的形象。好了，暴露年纪的时候又来了，像什么黑猫警长呀，蓝猫淘气3000份啊，大脸猫和蓝皮鼠呀。我觉得现在听这个00后，我们听我现在这个电台的00后的，是不是都没听说过这几个动画片啊？黑猫警长、蓝猫淘气3000份、大脸猫和蓝皮鼠。还有就是电视上以前小时候经常看的猫和老鼠 Tom and Jerry。 你别装，我觉得你们很多人都看过的，别装。真的说到猫和老鼠，我又想吐槽了，我怎么这么想吐槽啊？你们不觉得汤姆在里边就很缺心眼吗？每次就被 Jerry 各种耍，然后每次还上当，然后屡试不爽，然后上当后继续，永远这样，然后典型的受虐狂。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就太无聊了，自己在家，然后主人也不管他们，然后就自己找乐子玩，各种相爱相杀的。但是呢，汤姆猫锲而不舍的精神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你们听我这一本正经的声音，你们就应该知道我是很认真的在说这句话，它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对，其实现实中的猫呢，有时候就是傻傻的。你就带猫去照镜子，你就会发现猫它每次一照镜子，它就会把自己的头扭过去。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据说这是猫害羞了，实际上它并不知道镜子中就是自己，它只是知道镜子里有个动物，但是它不想和它发生什么关系，不想和它有牵连，所以就把头转过去。但是如果遇到好奇心特别强的猫的话，它就会对镜子中自己各种使出猫拳、猫扑，各种打。当然还有些猫看着镜子就会绕来绕去好几圈，来确认一下到底这是什么东西啊，这镜子里有个什么东西，这人在我对面又摸不到它，好奇怪呀。但有的猫感觉就蛮聪明的，它好像就知道镜子里是自己，然后就很高冷，然后看一下，然后没什么反应，然后默默的走开。对吧？我刚看一下时间，怎么就8点半了？好了，我们最后一个环节是我们的遥望的解忧杂货铺。这次的来信我发现很多人自己在寝室里偷偷养那个小动物的。大学寝室应该是不能养小动物的吧？你们真的怎么逃过楼管阿姨大爷的法眼的？太厉害了！我觉得大学时候很想养小动物，但是就寝室不让养。
然后就有的同学就偷偷的养，结果第二天就被楼管阿姨大爷发现了。然后我们这里我选了一封信，我看一下，是一个没有 ID 的同学写来的一封信。他说上周回家的时候见到了上个月看到一只流浪猫，比第一次见它时候瘦了好多，变得更脏了。蹲下来时候逗它的时候呢，手上拿了刚买的肉就被它抢走了。想着猫不能吃生肉，于是动手把它抓了回来，一路上发出了类似小孩嚎哭的超大声惨叫。把它放到笼子里，我到厨房给它煮了肉和鸡蛋，可是它一动不动，看着肉舔口水，但就是不吃。我想它是一只很有骨气的猫，等了很久，它依然没动。它除了骨气，可能还是一只向往自由的猫。有时候呢，我们认为对它们的善意，它们真的能感受到吗？我想我不能因为我觉得对它好就那样去做，所以我们是否征求过猫的意见呢？于是我把它又送回了小区的花园里，一直尖叫的它一下就不叫了，撒欢似的跑了。我想这一次我觉得善意的行为其实对它造成了很大的惊吓。最后我把装肉的食盆放在草丛里，躲到2楼的阳台上偷偷的观察，结果没过多久呢，就看到它过来把食盆里的食物都吃光了。所以我们应该正确的去帮助那些流浪动物，不要自以为是。我们这个朋友提到了正确的帮助流浪动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因为流浪狗、流浪猫还是有一些区别的。猫在没有人伤害它们的情况下，其实它是可以适应野外生存的，反而是当它的生活环境发生一些巨大变化的时候呢，或者是我们在实施救助的时候，就会使它反而这个时候会使它产生一些应激的反应，然后这对它的肝和肾都很容易出现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在帮助一只流浪猫的时候，是应该找到一种正确的方式，确认它是否是一只流浪猫，还有就是它到底是不是跟人亲近的，之后再实行自己的帮助。好了，今天我们因为时间有限，我们这个读信环节就只有一封信，到这里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整期感觉是比较淡淡的科普课，没有很激烈的东西。好了，我们下一期的主题会是什么呢？你们在下一期又会遇见一个什么样的猫呢？就听下回分解，请听下回分解。说不定下一期我又变疯了。最后呢，我们还是要献上一首欢快而美好的歌曲，你们觉得会是什么歌曲呢？你们真的很聪明哎。没错，就是来自我们某青年男子组合的首支单曲《仰望》。上次我回去看到你们说我们不是青年男子组合，说什么92年是中年人，真的很过分呢。来了，这首歌完了后就拜拜了，下期再见，下周五。习惯性保留略显腼腆，一问一答对话，甚至话题都满是敷衍，两个不同世界。